经济复苏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话题。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许多国家经历了经济活动的显著下降。面对这样的危机，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美国实施了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促进经济的恢复。这类政策的使用不仅仅是为了短期的经济振兴，更是为了重建市场信心和稳定经济体系。然而，经济复苏的路径并非一帆风顺，它往往伴随着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博弈，以及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例如，货币政策放松可能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从而加剧贫富差距。同时，财政刺激计划的大规模实施可能会加重国家的债务负担，从而影响长期的财政健康。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策略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促进措施，成功地刺激了国内经济增长。而欧洲某些国家则更多采取了紧缩政策，以降低债务和赤字。经济复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诸多层面。每个国家的复苏策略都凝聚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这使得全球经济复苏成为一个多元且复杂的全球议题。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策略，以及这些策略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可能的长期影响。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历史长河中，各国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特点，制定并实施了各种复苏策略。以美国为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面临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银行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消费者信心低迷，企业投资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和长期的措施来刺激经济。首先是货币政策的调整，联邦储备系统实施了历史性的低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 QE 措施。低利率政策旨在降低借贷成本，刺激消费和投资，而量化宽松则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证券，增加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支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些措施有助于缓解信贷紧缩，恢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其次是财政政策的实施，美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这些措施旨在直接刺激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消费。例如，2009年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 ARA 提供了约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涉及教育、卫生保健、能源以及联邦税收减免等多个方面。除了上述措施，美国还实施了一系列特定行业的救助计划，尤其是对金融和汽车行业。这些行业因危机影响特别严重，对经济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政府的救助措施不仅挽救了这些行业，还避免了更广泛的经济衰退。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并非没有争议。例如，量化宽松政策被一些批评者认为可能导致长期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而财政刺激计划则增加了国家的债务负担，引发了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此外，对特定行业的救助措施也引起了市场干预和公平竞争的讨论。不过，总体来看，美国的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有效地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冲击。经过几年的努力，美国经济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就业市场逐步改善，企业投资和消费者信心有所回升。尽管存在长期的挑战，美国的经济复苏政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美国在实施经济复苏政策之后，其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更深入到了企业运营、就业市场乃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首先是经济增长的恢复。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美国 GDP 增长率逐渐从负增长转向正增长。这一转变得益于政府的刺激政策，尤其是在消费和投资方面的积极效应。
消费者信心的恢复促使了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低利率和财政刺激计划则激发了企业投资的活力。其次，就业市场的改善是经济复苏政策的另一重要成果，失业率逐渐下降，就业岗位数量稳步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和技术领域，新的就业机会不断涌现。这一变化不仅减轻了社会的经济压力，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安全感。然而，经济复苏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例如，货币政策的宽松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差距，并对未来的经济稳定性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此外，经济复苏也促使美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制造业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业，尤其是高科技服务业的比重显著上升。这种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虽然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国债水平的上升。如何平衡刺激经济与控制财政赤字，成为了后续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课题。最后，美国的经济复苏还带动了全球经济的恢复。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波动对全球市场有着显著的影响。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恢复，全球贸易和投资也开始复苏，这对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综上所述，美国在实施经济复苏政策后的经济转变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在经济数据的改善，还体现在结构性调整和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上。这一过程展现了政策制定者在应对复杂经济挑战时的智慧和决断，同时也揭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方向和潜在的挑战。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美国经济复苏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波及效应深远而复杂。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政策不仅影响着全球金融市场，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走向。首先，美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全球贸易的增长。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进口国，其经济复苏增加了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对许多出口至美国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尤其是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随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购买力增强，这些国家的出口业绩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次，美国的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低利率的环境促使资本流向寻求更高收益的新兴市场，这对一些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资本的流入帮助这些国家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他们面临的金融波动风险。除此之外，美国的财政刺激措施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政策样本。许多国家在观察了美国政策的效果后，也开始实施类似的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美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全球对于经济危机应对策略的思考。然而，美国经济政策的全球影响并非全然积极。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资本流动，对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构成了挑战。这些国家为了避免货币过度升值或资本泡沫，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最后，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也对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影响。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协调一致的国际政策合作的重要性。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角色，使其在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综上所述，美国的经济复苏政策不仅重塑了自身的经济格局，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贸易到金融，从政策制定到全球经济治理，美国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全球经济的脉搏。这一过程凸显了经济政策在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也为未来全球经济合作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